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台三线蜿蜒穿梭西部山区的内山公路，山光水色，美不胜收。更是西部偏乡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。也因此，各行各业职人辈出。全部都大概是45年左右，这是同一批的树。第50多年，那比宝马更多的。你这样叠里面3吨，你要叠多久2个人的话大概3天左右。算天的啊。现在全世界所有耐力产品帮我们制。哦，是哦。好漂亮的景致，让我开始想要。你可能会以为啊，这边我们可能在什么北宜啊，还是在山里面哪一条路？我们是在山里面没错，但我们在这条路呢，在台湾啊，算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不管就战备意义或者是经济意义上，它都是非常占有一席之地的台三线。最长的是台9嘛，在台1，再来就是台3，从台北一路到屏东。那这一条呢，在早期啊，清朝那个时候啊，日据时代啊，到现在，其实它一直都有所谓的战备意义、战备道路。那后来呢，当然现在在承平时期呢，它算是有一个开发山区、带动内部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作用。同时，很多不管是特殊产业啊或传统产业呢的职人们，也就在这条线的沿线都不断的产生。然后这边就是卡卡班的啦。说到台三线，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不外乎是桃竹苗地区的客家聚落，大概很少人会想到，台三线的起点其实是位于台北市的行政院大门前，往南一路延伸至屏东市。也因为它的路线是穿梭在中央山脉以西的浅山区，而有内山公路之称。沿途所经过的县市，除了美不胜收的秀丽景色，还有许多气势磅礴的大山大水，也因此成为重机旅行的热门路线。不过，更值得让人欣赏的，却是那些在山区丘陵谋生不易的地区，胼手知足的职人们。我要去采采葡萄。这拢什么拢好啊？是吗？这个已经我袂好，无啥种好。要安怎看？有画迄吼，嘿，有画迄就是啊，拢好啊，无画迄拢。画啥？哦，有画这，有画这就是好啊。有啦。你讲你不要讲啦。好，啊你来教。好，我来教。啊教教无啦。好。对。教这有只教伊头盔啊，伊啊你要教小朋友，而且教一种头盔就有。这哦。啊你莫教落去。这边。对。安尼。它这个要稍微拨开啊，因为你不要剪到它整个大的枝藤。啊，这就袂加结。啊，袂好。无乌啦。安尼。从底部看，哇，很漂亮。哦，颜色很深。哦，这大粒的，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，完全就是飓风葡萄。大家千万别看陈爸爸、陈妈妈一脸和善亲切的模样，
他们种植葡萄可是有50-60年的时间，绝对是职人中的职人。每年5月下旬到7月中旬为夏季葡萄采收期，冬季则为了友善土地而休耕。种植不重量，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爸爸妈妈把这边果园整理的非常干净，然后地上有没有？包括地上还铺这个。哎，铺个草，我要不要铺这个？到了，不那个下雨天不那么这边细啦。哦，啊，边了我靠的啦。有点像是水土保持着啦，对不对？让它土不会被流失，下雨的时候不会被冲得到处都是烂泥巴，它们也比较好走。你看这种小细节都有注意到。爸爸妈妈这边安怎卖啊？我晓哎，算伤的哦。无伊在问讲这，一箱。什么？你敢知你问讲这安怎处理的？这嘛是会知这安怎处理的？这路啊生个一拍大家一条捞一拍就好啊。就这种捞一拍呀，佮有拢啊，一点拢生了3拍。一点啊，一点这一拍有3拍。妈妈，我完全听不懂。蔬果，这个就是一个枝条留一串。这个叫火仔，你不要都看，这是同一个枝条。一这几个变啊，加了都在顺啊，你不是同一只咧，别个只有加。什么不是一只？你看这哪会够不？你是讲咩？你加捞一位啦，捞一位啦，捞一串啊，这个就留着，留着，其他用割掉，其他就炒去红。哦，捞这后面就生啦。这旧年生这阵，今年头一年。哇，你又会记哩？妈妈，不好意思啦，你说得很清楚，我听得很模糊呢。我只能说，果然是行行出状元，连错综复杂的葡萄藤到底是哪一年生的，都能分辨得出来。这不是职人，什么才是职人？不过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，才让大村的巨峰葡萄扬名全台。这不利要当牛，当年。水分充足哎，看起来好像轻轻的，但是袂啦。哦，嘛就重重吼。嘿，袂重呀，这样迄个紧。无紧，我顾嘞，我少年人。有影的。哦，你看从树上剪下来就这样子，抓落来的。你无讲台语，我就听无。有啊，我是讲台语啊。我是老阿妈，我是讲台语啦。我讲抓落来的。哦。你看桌上其实已经放很多颗了。去做产带呀。哇，这水啦！这白白是果粉是？果粉。天然的。这底下会使吃吗？会哦。这套袋。这大包。爸爸包较大包。爸爸。这来拄好啦。哦，爸爸来较大包。你这边看重量弄青菜。我那拢差不多啦。一台斤啦。一台斤啊，50多年啊。哦，哎，对吼，不能小看那个爸爸妈妈，用50几年的。这比爸爸较准啊。那我看一下我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刚才爸爸是1台斤嘛，抱歉。爸爸，我准的，我准的，差不多。我就怕乱。你刚才这样煮下去有一点香味。对，它会有里面会有松节油。对，它的那个湿热度很高。真的。对，会黏黏的。黏黏的。豆苗啊，小豆苗，生的小豆苗，有一点接近那个味道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太扯啦！妈妈根本就是人体磅秤嘛。我只差了0.05台斤就洋洋得意，
妈妈则是分毫不差，直接压线，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目瞪口呆。好啦，职人我肯定是当不了了，不过吃东西我可就在行了。听妈妈说，这里因为浊水溪支流独特的沙质地形，让生长出来的葡萄汁多味美，甜而不腻。经过我的品尝认证之后，就知分晓。哇，你看每一颗多黑多漂亮，巨峰最显著的特色有没有？爱假 O A， 你看它上面这个果粉，分布非常均匀。然后你看每一颗，哦，被糯糯，被嫩嫩，这么 Q。平常吃葡萄的时候，你都是一记整颗吞嘛，让你看看。哇，水干呢？外面你知道吃这种巨峰葡萄，一串就是一家人，一颗一颗剥下来，然后一颗这样吃个几颗，来这边，哇，安捏啦，听众家，抱歉，你想想看，爸爸妈妈50几年的精神，50几年的心血，都在这里面了。大葡萄赞哦！当季的葡萄加上由陈爸爸、陈妈妈付出的心力，滋味果然不同凡响，让人一口接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。不过，有的职人像爸爸妈妈一样，努力1年就能品尝到甜美的果实，可是却有人一次就得耗费30-40年的时间才能看得到成果。园区里面总共有多少棵松树？现在目前还有170几棵的松树，全部大概是45年左右，这是同一批的树。45年前没有，我那时候我老爸那时候买的时候，他是买12年的树苗，所以种了36年了。对，没错。我自己不太懂那个园艺啦，就有些玩盆栽我知道玩得很凶猛，对，就感觉好像随便一颗都上千万的那种。是没有那么夸张啊，但确实有在彰化的话是，目前卖最高的松树一颗是卖到2500万，对，卖到彰化的田尾。天哪！对，一颗卖2500万。当然它的年资很老了，大概160年左右，我们这个大概是在45年左右而已。所以它是看它的，是我刚才听讲，你说绑这个是有跟它的长相啊，会影响到它的价格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一般都是看树，主要是树的年龄，再加上树的形状，然后去取决于它的价格。原来小赖的父母亲都是爱松之人，在他小的时候就在南投打造了这座五叶松园区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也成了松树的专家。而且不说，一定很多人不知道，原来五叶松不只能观赏，竟然还能拿来入菜，做成料理或是饮品。我们每一年如果有卖掉树，或者是有断根的话，我们才会能取到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松根。这个吗？对，没错，这个就是松根。哦，对，等于是这个算是限量，或者是没错，不是每一次都有，不是每一次都有的，超限量版的。对，没错。可是你现在这样砍掉以后，是也就只剩这样子嘞。对，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取过一些了。那取过一些了，那还有剩下这一段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取。但我以为是你树移走以后，剩下这些根你们就直接把它取走了。树移走以后，树移走大概在半年后，其实这根就不能用了，因为它的养分都已经流掉了。对，没错。发现哇，心态嘞，原来我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原来我是指甲，没想到哦，你们有听过？我是来这边我才听过松树的根可以做汤。对，它其实松呢，在那个我们《本草纲目》里面，木本第一篇就是讲松。哎呦，对，有分草本跟木本。OK， 好，那你试试看。继续看。对，其实刚才这样锯下去就有一点香味出来。对，它里面会有松节油。哇，亮晶晶的，有点反光的感觉，有没有？那这边还有点泥土。哦，湿的。对。湿的，它那是松节油。对，它的那个湿润度很高。真的。对，会黏黏的。黏黏的。
听小赖说，台湾的原生种松科植物有华山松、马尾松、五叶松、二叶松等等，而被人广为利用于庭园、盆栽景观或是食用的松树，则是以五叶松居多。而且不只是松根，就连松叶也能食用。它其实从头到脚都可以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这个该不会是煮下来跟松根一起煮汤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这个主要会拿来，第一个会拿来打果汁，然后第二个我们会拿来，因为我每年修剪这些叶子，我会把这个像比较嫩芽的部分，就会拿来泡醋。我们一般会取我们最嫩芽的部分，就是大概是像这样最尾端的，这是刚长出来的新嫩芽，也最健康，然后营养也最好。所以像这种，只要这种都可以。没错，好，对，像这种，很明显啦，因为它颜色对很翠绿。它会有一个松的味道，不是那种松啊，哎，闻不出。我说实话，我闻不出味道，也不是很好吃。因为我爸时不时早上就会拿起来巡园的时候就会先吃一下这样。哦，哎，这个如果你爸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概念。帅啊，剔牙。对。它没有我想象中那种。随便杂草叶菜的那种苦味，它蛮清，我不能讲，也可以讲清甜。豆苗啊，小豆苗，生的小豆苗，有一点接近那个味道，是不是没有吃过生的小豆苗？对，没有，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有点像生的小豆苗。根据了解，五叶松的针叶因为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叶绿素、酵素等营养成分，自古以来就被当成是养生保健食品。现在你可以看到后面这几坛比较旧的，这坛是还没酿好的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是我们会先静置在外面，在天然条件下放在大概3个月到6个月左右。这么久啊？对，因为直接放在外面的话，它日月阳光直接低温冷，它发酵会比较快。像我们这个瓮啊，它这个都是手工，就是以前早期的瓮，它这个是有毛细孔，可以透气的。哦。对。但我们现在能喝的是这一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来看，直接打开来看看。直接开瓮，麻烦。哦，我已经闻到，对，有那个味道了。对，我已经闻到醋的味道了。这好重哦。他们贴陈年老松醋，对，里面就只有松叶。里面只有松叶而已。目前我已经有一些过滤掉了。刚开始你说它放在半年多，其实就可以开坛喝了。那你如果继续保持下来，它就可以，对，它可以到7、8年不会坏。对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会哪个？有一点气泡感，有一点气泡感，真的有点气泡感，很奇妙。然后刚入喉的时候，酸度一样，它不呛，但是你知道它酸度是顶很满的。但入喉以后，现在剩下嘴边里面全部都是甜味。对。这个很舒服。30多年树龄的五叶松嫩芽，加入有机糙米醋，经过1年的时间，让五叶松精华在天然环境中发酵，完全融入有机糙米醋之中，就是大家口中的松醋。小刚我虽然是第一次喝到，但是清爽的口感、酸甜的滋味，真的是会让人爱上的。神秘而美丽的妈妈终于出现了！噔！松树料理的所有的发想跟创始者，非常的厉害。我先给你看，这杯是没蓝米干，原汁原味，很绿，很碧绿，很透彻。好好喝哦，妈妈，这个怎么这么好喝？没超抽呢，某一楼那个树叶有些那个你喝那个小麦草啦，什么木树芽，弄一个味，这无呢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妈妈也算是你开发出来的，那会去收到吼。松根，用这松根入菜。这吼就是咱爱先加熬煮。要不熬煮，加什么？7、8点钟。
7、8点钟。这个煮这汤，这个就会煮土鸡，土鸡个肉，袂当一般的普通鸡啊，因为咱这足珍贵。嘿，自己种的才有这种啊，对不对？你看40几年的树移掉以后，它也就两条筋了，嘿，在地底下，而且要大根，小根的碎袂使，爱大枝的哦。打开来看看，哦，好香哦！哦，这太烫，不能一口喝，不然我就一口喝下去，好香浓哦！那就好你嘛，出乎意料啊！没想到松树不只能观赏，就连打成果汁或是熬煮鸡汤都是极品美味。也因为全家人对松树的执着与热爱，才让我们有机会能一尝特殊的松料理。不过来到好山好水的南投，有人为松着迷，也有人是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，而想把它分享给所有旅人。这还有轨道了，其实蛮方便的。到这边，这样接的是不是？对。我先进来看一下哈。哇塞，里面好闷热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。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等，一进来就一种悠闲，瞬间不想要拍的这种感觉。你好，等一下，经理在吗？我就是。经理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世界第一等小刚。你好，哇，这边好漂亮。谢谢，欢迎光临我们的芭蕾 Villas。芭蕾它不是移民化，它是巴厘岛方言发呆亭的意思。然后就跟我们的园区的发呆亭，还有随处的躺椅啊设施相呼应。那牛眠，其实我们这一座是地名牛眠山，远远看很像一只牛在睡觉的样子。对，然后这边又所属于牛眠里。我是在做梦吗？怎么瞬间好像来到了巴厘岛一样？随处可见的躺椅、沙发，热带植物随风摇曳，到处透露着悠闲的氛围。整体建筑更是与周遭景致合而为一，就连爬楼梯的过程，透视而见的山景也是一种享受。用整木我觉得也很特别，就造成它这个整个度假风格，就是它不是要这么对，很自然。进去之后转个弯，就是它独立私密的小花园。我觉得这个转弯设计得很好。对，有些门一打开，对，一打开你一览无遗，你会觉得好像虽然隔起来，但是隐私少了那么一点。可是一个小转弯，别有洞天。哇，期待房间，我喜欢这个香味，很自然、很舒服的一个。就是有些房间进来你会闻到饭店的味道，但这个进来是一个木质味。这样怎么讲啊？就是一种放松，然后一种木质调的味道。南亚巴厘岛的味道。对。就不是只是饭店的那种味道，连味道都是巴厘岛的味道。哇！那我们的1楼的 Villa 房，它很特别的是它的浴室是有采光天顶的，然后浴缸旁边种植的花花草草，就营造很像在户外泡澡的感觉。这边这个味道也很森林感。是，那像我们墙面上的食材啊，甚至连浴缸啊，都是从巴厘岛货柜回来的。对，下里搞缸，真的是完整巴黎风连浴缸都从巴厘岛。你要干洗啊？想象一下嘛，想象是无敌的，哇，好舒服哦。很大原汁原味从巴厘岛直接运送过来的建材，打造出100%的巴厘岛风 Villa， 腹地广达4500平，却只规划14间房间，就是要让大家好好感受周围的山光水色。沿着楼梯走，3楼是我们的空中发呆亭。哇，很棒！发呆亭放在最空中最高的位置，我觉得很
很赶。是。对，因为一般这种比较高的位置，你会想说啊，弄一个好一点、再大一点的房型，我们怎么？没错。然后好像可以给客人啊，给什么有一个类似更好的选择，就讲实话就是更赚钱。可是你们却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空间，就是只要房客都可以上来。对，没错。都可以上来这样使用。山一层又一层，然后天气如果不好的时候啊，其实如果下雨会有山岚流动，然后也会看到云在飘的感觉，所以晴天雨天都各有风情，每一个季节都各有它的特色，这样。很棒，而且它的发呆亭很大一个，这已经是 king size 双人床，在更大的尺寸。哇，这个样子，这样。发呆亭这个名字真的是取得太好了，坐在这里就是什么都不要想，只管发呆就对了。而且位在3楼高的绝佳视野，更让人就像被山谷拥抱一般，也难怪看似简简单单的凉亭，却是所有房客最流连忘返的地方。接下来注意咯，这边算是这个 villa 的重头戏。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拍照，无边际泳池有没有？网美网帅，有那些老外们，然后在山景里面，有些看海。我们今天的无边际是看山，哇，可以看到前面的无边际，而且一进来，它整个就不是只是给你泳池的感觉，这边是一个度假完整度假的风格，就连池畔边有没有，都还是让你面对着山发呆。然后那边，哇，这个真的就是，如果我拍了照，如果今天是个老外在那边拍照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一定是巴厘岛。没想到无边际泳池不只能搭配海景，搭配无敌山景一样超级 match。碧绿的池水与周围的绿色山林相呼应，更让人有种清透的凉爽感受。也难怪古人避暑都爱往山上跑。看到这儿，小刚我不得不说，内山公路所到之处，都有当地独特的环境与物产，也难怪会职人辈出。台湾现在有总共有几个大概这样窑？有5座。因为我看到里面大哥现在里面已经堆了，这些都是已经要堆好的那个竹炭了。哎，再来开始就是叠这些是。这 size 不同呢？这是牺牲材，所以这个等于是柴火就对了。对，等于是助燃方面的啦。哦，助燃的。因为现在看到里面的啊，都已经劈成。就是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。对，那就是我们想要的规格。那个是要的规格。对。好，那直接推进去。好。它这还有轨道了，其实蛮方便。对，要到这边。哦，这要用接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先进来看一下哈。哦，哇塞，哦，里面好闷热，温度就是这样啊。它那个还是有一个很那是这个窑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对。烧太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它也不像烧焦味，对，当然你就闻得出来它是烧过的味道，对，这些全部都是统一尺寸、统一规格的，对，基本上，你这样叠里面3吨6000斤嘛，3000公斤，对，这样叠你要叠多久？多少小时？2个人的话大概3天左右啊，算天的啊，你可以看它叠得很密啊，很满，对啊。它有空隙的话，那个我们想要的温度它就没办法到达。大哥已经把牺牲材这样叠在这边了，对，所以等一下我拿进来之后，就是把它这边铺满，对，这边铺满。哦，啊不，大哥一行扣了，我在里面，你帮我，好不好？我来叠叠看。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有叠不太对的地方，你就跟我讲，不要紧，因为我搞屌。哦。大哥你慢一点哦。谢谢。而且就是这样直的放，
应该要放很密吗，大哥？要放很密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还好我有问，不然等下大哥全部要重来。台三线从南投来到嘉义县宗埔乡的云水村之后，再度蜿蜒入山。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台南县南溪乡蜜之村，就是俗称的云蜜战备道路。由于沿着曾文溪谷而行，崇山峻岭，地形险阻，而具有战略意义。现在则是重机一族的热门路线。要说到这里最响叮当的人物，除了大埔阿婆湾的干屌阿嬷，就要算是专门制作高级竹炭的职人乌大哥。好，那封窑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封？这已经很密了呢。窑门口还是要封起来啊，这就叫封窑。对。来，我先，所以只是把它这样叠起来，是不是？对。拿这边大的。哦，拿大的。我看一下。那还要做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炭灰。你这边要先堵住吧。嘿。所以它这个要叠到口。对。那个很烫。嘿，我感受到了。你看，它现在粉已经全部都把它堆满，要压紧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这一场我们的那个土，这是别的地方要用的。哦。哎呦。哦，所以这边也要封住，就对了。对。不能让它有那个氧气进去啊。就任何一点空气都不行。大家不要看封窑好像轻轻松松，在这之前，光是堆满整窑的竹子就要花上4天的时间，点火之后还要烧个6天才能封窑。而封窑之后还有个重要的动作，千万不能忘记。大哥，你讲这是啥？我们的竹醋液啊。这竹醋液？哎，对。这看起来看那欧油那个人家修车厂的黑油呢。它里面那黑黑的是那焦油啊，其实那金黄色的、啊。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它黑的是它我们要过滤掉常年累积的焦油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每一种植物里面都有它自己含量的油。哇，哦，这个味道很刺鼻，很重，非常重，所以它天然冷却从那个排烟管就直接会流出来。对。那你现在这个淋出来这一块布是干嘛？过滤这个上面的杂质。对。但它过滤颜色，它现在看起来跟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竹醋液还是差很多的。它市面上的有的是蒸馏的，蒸馏啊？蒸馏还要蒸馏过。啊，这个呢？你们这个要蒸馏吗？是原液啊。原液。那你们这个直接就卖出去了？没有，它再处理。过滤以后还在桶子里面静置6个月啊。就像放6个月。对，它里面还会有焦油。我知道它沉底。啊，还要再蒸馏吗？还是就检验啊？检验，对，就送出去给检验，然后如果通过就装瓶贩售。通过，啊，这不就天然弄出来的，还有什么不通过？它里面要看那个酸碱值。没错，就像大哥所说，虽然所有生产的方式全都是遵循古法，但是只要过程有些微的差错，就可能导致产品品质不良。也因此，每一片竹炭或是每一滴竹醋液，就像大哥大嫂的小孩一样，都是无时无刻细心呵护，才能完美呈现在大家面前。你现在在看到的呢，就是你熟悉的这个竹炭全餐，从吃的到用的，到喝的，到打人的，不是啊，这几个大家抽啊！这个通常都是艺术家，或者是比较重视家庭的那个艺术摆设，对，来除湿除臭。整只这样摆着，我可以装饰，然后它同时也有除湿除臭效果。对，还可以抗电磁波。竹炭冰淇淋，融化，我边吃哦。这一场竹炭粉做的竹炭花生，好香哦，好好吃哦。像因为我刚才听大哥讲说，他们这个烧出来是有什么红外线、红外线，然后说它竹子因为一般是不能导电的嘛，竹子不能导电，对，竹炭才可以导电，竹炭可以导电的，对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现场有没有可以来做导电的这个？对，这不能碰到，它这个密度比较不够，但已经亮了，对，有看到那个火花吗？有没有看到灯已经亮了？里面已经有加竹炭了，对。
一定要煮，要沸腾。很多客人在使用竹炭上，他不知道说原来是要一起沸腾，很多人误以为煮好了才丢下去，不对哦，要生水一起煮，煮饭也是。是。就是它在最一开始，你就要把它丢下去一起煮，它才有这个净化的功效。对，它才会产出热效应、热分解，把不好的吸附在它的孔洞里面。我给你看，它等下干了以后，上面真的有白白的。是它原本是这样子，然后烧完水以后变白，是因为石灰质，水中里面的石灰。这个不能喝啊，这个是做竹醋液的原液。对。所以它主要是比方说虫咬，还有什么杀菌、臭、止痒、防蚊、消炎都有。只要你会应用它，它其实在皮肤上有很多的帮助。使用纳玛夏乡种植的梦中竹，加上乌大哥的烧制技术，就连日本的竹炭专家也对这里生产的竹炭品质赞誉有加。更让人意想不到，嘉义山区的竹炭也能扬名海外，创造出不一样的世界第一等。也许就像网络世界无远弗届，一些我们不曾注意的小角落，也可能一瞬间在网络上爆红。这条是网友现在排名票选第1名的阿婆勒树的自行车道最漂亮。在前面看得到，看到前面黄色的那一片。那现在，我觉得要不是前几天下大雨啊，它应该会更茂密。不过现在已经蛮漂亮的。今天天气很好。再来。这个也是季节限定。Golden Shower Tree， 别怀疑，这就是阿伯勒树的英文名字。树如其名，金黄色的花瓣随风摇曳，如细雨落下，也难怪会被称作是黄金雨。不过，据说来到嘉义，还有个厉害的人物，非去拜访不可。我相信你们都应该很知道，有一种东西叫肉麻。我们台湾人很常喜欢吃这个鳗。林大哥，我本来要去找你，你以为我在看你不是肉麻？你真的自己去养殖这个龙麻？这个也都是野生的，这里都野生的。现在全世界都有鳗鱼，它没办法繁殖。是哦。你是指说鳗鱼还是它海边捞过来的？然后他们很厉害，他们把它分成白鳗、黑鳗、花鳗。这个跟我想象中的养殖场差很多的多港呢。在我们这个是地下水，然后它过滤后面，我这个24小时在过滤，后面人进来经过过滤之后再回收过去，再来，这只又更粗了，很明显哈，这只更粗很多，我先把它倒出来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等。游上来的，有没有？你看到？我灯一来马上钻中。听大哥说，不止鳗鱼无法人工繁殖，光是要把野生小鳗鱼养大就已经够伤脑筋了。除了最重要的水质，也就是水温、水流以及水中含氧量的管理之外，养殖密度、饲料喂食等等都是重要的关键。这就1000，对，1000条。他们这种鳗鱼，他们会喜欢窝在一堆，这比较有安全感。我一直以为鲈鳗的地盘性很重因为他们会喜欢大家窝在一起。
那区里面的话，说一只他抓不会一只，一抓抓到很多只，他们会集中在一起。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滑到这去，我会从尾巴，尾巴上往前冲速度很快。是。那一起，那就进了。来，你看，小卢曼。白色，它现在是紧张，它会变色。哦，真的、啊？紧张会变什么颜色？变白色。变白的啊！刚刚好，不能看准，看准就捞不到。对，看准就捞不到。就你大概知道，你就要赶快去给它干后给它。紧张它是整只会变白，颜色就要变淡，哦，越来越淡。好大哦，这边的都好大，这一盆的就是一盆大小，大小没有看，就它大的块比较大。哦，大的块就大，这一只下面这只最大，难怪它最我会惊啊。这一只比较大，它来吃。哇，它就得意啊，我会怕。真的。看到那么多的来。由于鲈鳗的生长速度比较慢，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及成本，也因此在市场上的价格更是不菲。2到3台斤的大鳗，1台斤就能卖到600-700块台币。这种平均大概2斤，1斤多2斤，1斤多2斤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让它出去。这一只就大概2斤多一点。这样看就看出来了。下面这一只是不是？这一只。哦，来，这只又更粗了，很明显哈，这只更粗很多。我先把它倒出来，你给它慢慢来啊，也照，你慢慢来，轻轻来，你卖个出来。哦，其实越抓越紧，抓越紧，它跑越紧，它跑越快，这样子。就是你顺的，让它没有感觉，对，好像在摸它的感觉。哇，很粗哎。这个位置比你的手臂，你说再大一点，比手臂还粗嘛？我相信。刚买，这场前2天有餐厅来跟我拿。哦，就是这个。粗一点的，最红一点，那个买走了。啊，那种粗一点的，大概手臂这样粗，大概5斤左右。哇，那一包这种东西，你东西按照讲，我就交给餐厅了，如他们在卖的，他们做蒲烧啦、轮切的，或者切片。蒲烧鳗吗？但那不是一般蒲烧鳗都是白鳗，白鳗它吃起来柔软的，那我们这种鲈鳗煮起来，它的皮很厚，对，有那个口感不一样。据说鲈鳗的肉质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，且 DHA 与深海鱼相当，在台湾民间更是被当成滋补养生的圣品。也因此，虽然养殖不易，还是吸引不少养殖专家跃跃欲试。大哥，我看你这内底嘛是吼，免问什么料，免用什么料。哇，世界第一等！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等！它这个冬天夏天都可以吃。大哥，你年轻人多吃一点。我多吃一点，是不是？很大一块这样切断，你可以看到像大哥讲的这个皮有没有？它皮很厚，胶质。皮很厚啊，然后它的肉不会说那种一下就松掉散开。它这个等它冷却的话，它这个汤会解冻。哦，胶质这么厚它的胶质那么多。有加酒吗？这个需要加酒吗？我刚刚太忙了，忘了加。刚太忙也没关系，这没差啊，这个不加酒，这个没有什么腥味。因为你们都开车嘛。哈？喝酒不开车。啊哦对，大哥哦，还有空调。安内丢。特别甜。它不是只是说药包的那个味道，不是，你喝一喝，
像这样嘴巴里面就有那个胶质的感觉。你吃那个皮。哦，哎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皮弄下来给你看。这个皮才会脆脆的。这个皮哦，Q 弟弟。很香。像我们这个在鱼池养的，跟我们这个我们绝对没有同类。对，因为我们室内你看马上抓马上煮。对，而且水很干净啊，水质你很注重。台三线内山公路，不管你熟悉与否，它总是默默地穿梭在台湾西部的偏乡角落，让各行各业职人们的专业精神借着它在全台流动，甚至在全世界发光发热。如果公路有生命，它应该也会为肩负起这样的使命而感到骄傲吧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